川普說仗打完了，現在要拍拍屁股走人哦，但是留下的是什麼呢？錯愕的中東哦，現在呢大失火，還有這個油價狂飆，航道被鎖，這一場仗接下來誰來收爛攤子呢？留下的包括了錯愕的以色列和中東海灣國家嗎？今天一起來做解讀。我們要趕快來看到的美國總統川普最新的發言，他說美軍已經徹底的摧毀了伊朗的軍事能力，而且他還說呢，德黑蘭正在輸掉戰爭，已經開始向我們美國祈求要做一個協議了。話才沒說完。31號他又改口，他說伊朗其實你也不用跟我們談什麼，不必達成任何的協議，我們美國就能夠結束戰爭。好，看起來都是川普一個人在說話，伊朗方面其實沒有做太多的話。那麼川普專家就諷刺說，你川普說了一大堆，就是因為你輸慘了嘛，在現在呢這個時刻開始為自己找一個台階下，所以才會決定要撤退。我們也來回頭看，大家還記得嗎？3月初，川普說要打的這一場史詩級怒火行動，他的軍事目標一共當時列出了4個。那我們今天特別整理出了4大點，他當時喊出的目標到底有沒有達成呢？結果答案竟然是全部叉都被打臉。好，首先來看到第一點，他說要摧毀伊朗的飛彈能力，結果到現在我們看到的是伊朗的飛彈、無人機照樣狂轟猛炸。再來，他說要殲滅伊朗的海軍，但是我們看到荷姆茲海峽反而持續的被伊朗給封鎖住了。他說要阻止伊朗擁核，但現在我們看到有關於核彈的部分、核能的部分根本沒有任何實質的進展。川普還說了要切斷恐怖組織的這一些資金，但是我們看到了更多的區域衝突，現在正在海灣國家不斷的擴散當中。來看到伊朗總統他有最新的一個說話了，他說確實有收到來自於美方的訊息，但是呢，針對川普說他們有在談判這件事情，他說根本就沒有，美伊雙方到現在都沒有任何一場正式的談判。他說了，現在伊朗他也稍微釋出善意，只要能夠確保不會再次的遭到攻擊，伊朗是準備好可以來停止戰爭的。節目一開始，我們也邀請委員特別幫我們看，伊朗一邊說他要把川普一邊說他要把伊朗打回石器時代，一邊又說不管談不談，我們這一次美軍都會自己撤軍。為什麼這樣子來回不斷的改口啊？再來就是川普原本設定要摧毀伊朗的4大軍事目標，剛剛看了嘛，全部都沒有達成，這是代表川普輸慘了，所以決定要撤退嗎？委員怎麼解讀？川普每天真的可以給我們帶來很多生活的樂趣哦，就是在過去大概這10天，我們只要對比一下川普的談話，我還是要強調一下哦，你真的會強烈的懷疑他活在另外一個宇宙裡頭，跟我們不是同一個宇宙哦。大家還記得川普那個時候說了什麼嗎？川普最早說，兩邊已經談了，談得還不錯，所以原本從48小時要延後到5天。然後呢，伊朗的這個方面就立刻跳出來說，恐怕你是自己在跟自己談吧，因為根本没人在跟你談。然後接着川普就釋放出來了，說呢，真的在談，而且呢，伊朗馬上就會送我們一個大禮。就過了一天，他就說這個大禮呢，就是伊朗讓10艘油輪通過了荷姆茲海峽。可是問題是，那10艘油輪都是伊朗的友善國家，跟美國一點關係也沒有。那10艘油輪都是什麼中國的啦、俄羅斯的啦、印度的，那是他們跟伊朗喬好了，他們才能夠通過。幹什麼送美國什麼大禮啊？然后接着他就跟你說，川普又來說了，要答應15點條件哦，要答應了之後再來談。結果呢，眼看着也沒有人理他這個條件，他今天說了什麼？他說達不達成協議都不要緊了，我們已經打贏了，我們就要走了。所以剛才這個思敏已經幫大家檢視過了嘛，就在這場戰爭，當時川普給大家訴求的要達到的目的是一項都沒有達到的。我剛才說過了，原本哈米尼沒有攻擊任何國家，也沒有摧毀什麼美國的軍事設施，什麼都沒有。然後你川普說他是狂人，現在說換上來了一個更溫和的領袖，就是那個領袖他兒子現在還在打你哦。然後呢，荷姆茲海峽原本好好的，什麼問題也沒有，大家就開開心心的通過就好了，就是你幹的好事，結果現在被關閉掉了。然後更妙的是，原本說他們馬上就要有核彈了。那個時候哈米尼可能還沒有想做核彈，我跟你打賭，現在如果我是伊朗的領導人，我立馬做核彈了，我還不做核彈嗎？笑死了！你現在就在暫時喘口氣，是因為你打不下去了，誰知道你明天後天會不會來啊？我為了要避免你捲土重來，我一定做核彈。
所以你看，川普這場戰爭完全沒有達到任何他的當時所提到的目的。原因很簡單，因為他錯估情勢了。川普太自大了，他對美軍的實力太有信心了，有信心過頭了。他一直以為說只靠轟炸就可以解決，因為去年的12日戰爭就是轟炸哦，美國最喜歡幹的就是這件事。這樣呢，他有什麼 B2 隱形轟炸機去炸一炸，丟幾個炸彈，人跑了。你要打他也打不到哦，反正呢，他的大兵也沒到你的國家來。美國最喜歡幹這件事，可是問題是打伊朗這種滅國之戰哦，靠轟炸是沒有用的，你必須要打地面部隊的這個正規的來作戰，才能夠有可能達到目的。川普賭不起啊，他沒辦法的。他如果地面部隊派上來，那就只有死傷更慘了哦。然後第二，川普就很洋洋得意說：“你看，我已經拿到了制空權了，制海權我也拿了，他的海軍跟空軍都沒了。”可是殊不知，現在的戰爭誰在乎你海軍跟空軍啊？對伊朗來講，你要想想看，他是被打的國家，他不是去打人的，打人的需要海軍跟空軍，被打的國家，我把我國土守好就好了，我就算沒有海軍跟空軍又怎麼樣呢？然后第三，他低估了伊朗的不對稱作戰的能力啊。伊朗早就準備好了，伊朗準備了飛彈，準備了導彈，準備了無人機，甚至我剛才講過了，它還是有節奏的推出來，把比較便宜的、比較容易被打下來的，通通都送出來，耗盡了你所有的武器。接下來我的好戏才要上場呢。所以川普完全的錯估情勢哦，在這種情況之下，他當然只能夠選擇倉皇的夾着尾巴逃出去了。但是還是還是要回去先前我講的，我是最支持川普的人了。我覺得川普繼續在位置上繼續掌權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大業才能夠真正的成功。所以我希望川普，你就算夾着尾巴逃回去，也要逃着有尊嚴、優雅跟漂亮，來一個華麗的轉身吧。好，川普這一次打這一場仗哦，可以說現在突然間撤退走人，那留下的爛攤子，接下來包括了石油的問題怎麼解決，我們等一下來討論。另外就是盟友的問題怎麼解決，現在盟友很多都對他非常非常的不滿，這個問題又怎麼解決？我們等一下也一起來看。我們先來看到川普呢，針對於盟友，他又最新的喊話。這一次喊話的對象是英國跟法國，他跟英國和法國喊話說：你們拒絕加入美國打伊朗，所以呢，美國接下來不會再對你們提供任何的幫助。所以他就跟英國說了：好，你要石油是不是？那接下來你就自己去挖油吧。那對法國則是說呢，你真的是一個非常沒有用的國家。那白宮還說呢，川普現在還要求這些海灣國家說呢，我有幫你們打這場仗，那接下來你們必須要一起來分擔伊朗的戰爭費用，這是川普現在擬定可能會來徵收的費用。好，再來荷姆茲海峽的部分，現在看起來真的是被伊朗給掌握住了。伊朗現在開始在這邊，他說了他要做本幣的交易付費之外，還喊到說每一艘船通行過去的價格喊到200萬美元，等於一天伊朗可以賺進2.8億美元的一個這麼高的金額。全球則是油價一直在陪川普陪葬哦，油價最多專家喊了可能上看到每桶200美元。那目前美國的汽油價格高漲哦，這個每加侖4美元創2022年以來的新高，48%民眾都說是川普搞的才會變成這樣。今天有石油的問題，會不會引爆第4次石油危機？這是第一個。第二個問題是盟友的問題，現在很多人都對川普感到不滿，岳老師怎麼看？這一次石油危機是一定發生的。但是呢，它發生的過程非常戲劇化啊！因為第一個，它原來根本不必發生的，原來根本就沒有的事情。這47年來的伊朗被制裁的話呢，這個哈梅內伊現在發覺他是個溫和派，你把他殺掉以後，現在他兒子上來以後，國仇家恨啊！這個穆杰塔拉的話呢，基本上為了要報仇，所以這個事情打成這個樣子啊！那我覺得我分3個部分來講了。首先，第一個，大家都是受害人了。因為美國這個4美元的這個加侖的話呢，大家要知道，美國這個國家長期來講汽油很便宜啊。但我剛剛算了一下的話呢，就是它1公升等於38塊台幣了啊。那這個價格的話，對美國人來講，因為大家知道美國的基礎建設是完全用開車為主的，一家裡一個家4口之家有個7、8輛車是很簡單的啊。所以說都是因為油便宜嘛。那現在的話呢，油不便宜了，那所有人都是情況下，美國是最大的原油輸出國，但是美國的頁岩油在提煉的過程當中，它還是依靠中東進口的石油，這個大家一定要搞清楚。所以川普自己都沒搞清楚，這個中東的荷姆茲海峽的油過不來的話呢，會使得油價上漲，包含了美國的油價。美國的油價上漲會使得通貨膨脹，美國通貨膨脹增加的話呢，所有的老百姓都受苦啊。這種情況下來講，這是第一個。第二個的話呢，這個美國的這個盟邦啊，就尤其是當然主要講的是英國跟法國啊，那直接講法國沒用，英國就要自己去挖油，然後呢，美國好像一直認為北約啊什麼就不要了。
對。但是我們必須要認清楚這一件事情，歐洲盟邦的話呢，沒有幫助川普來打伊朗的話呢，第一個就是莫名其妙的戰爭是沒有人願意捲進去的，沒有人不知道說戰爭是不能夠輕啟戰端的啊，只有川普這個傻瓜，他被以色列一忽悠，然後就過來了。然後第二件事情的話呢，就是說是現在整個。所有的這個歐洲的國家當中的話呢，尤其西班牙最強的，他們就覺得這根本是一場不正義的事情嘛，你根本就沒有本來我們現在講的這個世界本來好端端的，現在一下把整個世界都扯破。現在的話呢，大家會發覺，等到以色列真的被攻擊的話，萬一以色列拿出核子彈來一攻擊的話呢，那麼第三次世界大戰就眼看着就要爆發了，那這個還得了，對不對？然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說是歐洲盟邦沒有來幫忙的原因，是因為伊朗的導彈啊，已經這個就是這個底格加西亞那邊的話呢，4200公里，我算了一下啊，看了一下，就是剛好從德黑蘭到巴黎去吧，也就4200公里，所以說基本上都已經夠到你了嘛，他們怎麼敢動呢？对不對？那現在川普講這種話的話呢，就是只是說那個欺負自己的弱小，但是英國跟法國並不是弱小。那尤其是川普這次借這個機會的話呢，把英國跟法國得罪得非常深。那麼這個最重要的話，那我們現在來講說，川普會不會就是說輕易的說我不幹了，沒協議我要走啊？他走不成的啦。以色列不會讓他走的啦，開玩笑，我們心裡難道不明白嗎？從一開始被騙，對不對？以色列只要講說你這樣的話，對吧？你所有的你還要選舉啊？啊，你行動選舉啊？那以色列在美國最大的遊說團體啊，我跟你講啊，美國現在最害怕的什麼？就會打成越戰啊！越戰的時候，我跟大家回憶一件事情啊，越戰的每個禮拜天晚上啊，有一個大籮筐啊，電視上轉播366顆球啊，加上2月29號，一直轉，然後抽出來啊，10個，每一次啊。就是這個抽這個10幾個球啊，就在這天出生人就準備徵兵啊，55萬人到越南去啊。那個時候沒有人敢移民越南的了，那大家是嚇得要死。後來發覺沒事了，都想辦法到美國去生孩子了。現在的話，如果真的到伊朗去打這個戰的話呢，你知道川普會面對的壓力有多大？萬一抽到他自己的Barron Trump的時候，那是不是也要走啊？對不對？所以你在這種情況下的話呢，美國本身就是很明顯的感覺到，川普這個又笨又壞的人，真的把美國情況搞壞透。當然，我同意你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，沒有川普是不行的。對，他要好好演下去才行。對。好，一方面是美國想要脫身，現在恐怕脫不了身，恐怕還是會被以色列繼續給拖着。那另外一方面，有關於荷姆茲海峽目前的問題，就是說，現在是不是未來就是由伊朗來掌控？那通行的這個船費是每一艘200萬美元，還要付這個伊朗幣，幹哥又怎麼看？我們現在要搞清楚一點啊，這件事情啊，就是說你要通過我們這海峽，是不是要付200萬美金？如果你只是嘴巴講而已啊，穆吉塔巴也沒有跑出來講啊，領導人不是他自己親口講啊，可能是革命衛隊講的啊，我們就當作可能有這個風聲。現在不是，伊朗的國安委員會已經通過，要真的徵收荷姆茲海峽的通行費。而且以超級郵輪而言，一艘我收你200萬美金，毫不為過，而且真的有人付了。他跑了，然後沒有跑不成，你知道為什麼他跑了？因為後面現在有2000艘船擠在裡面，2000艘，聽清楚。大家可能會覺得說，我們現在每天還是馬照跑，舞照跳，你不知道荷姆茲海峽跟波斯灣的情況的險峻，沒人敢衝啊。大千剛才說已經有10艘過去了，對，那講好了，不然你衝衝看，革命衛隊一定會 IRGC 絕對不會放過你，所以沒人敢衝。2000艘船裡面包括超過20萬噸的那種超級郵輪，至少有15艘，那超過10萬噸的大概有60多艘，其他就是中型的貨輪，隨便一艘貨輪也幾萬噸的。你就想說2000艘船在裡面，然後多少人在上面？我們以最低的人數來算，一艘船10個人來算呢，有2萬個海員在上面，在上面要自己洗衣服、吃飯，在海峽裡面擠在那邊。所以我跟你講，這個就是一個什麼？大家現在眼睛還看不到問題，可是它馬上一爆發的話，你就會覺得非常嚴重。所以為什麼伊朗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他通過這個法案，後來他們自己有修正，現在還沒有公布。他們說現在可能的話說。這樣算一算，我們一天賺2.8億美金，可能會被我們自己的盟邦給數落。比如你盟邦誰？中國、俄羅斯啊，像這種國家就數落你了，賺太多了。好，那我們現在改用一個什麼方式？我們改用蘇伊士運河的方法。蘇伊士運河是什麼樣？不是算燒的，算重量。你這個貨輪比較小嘛，對不對？那我們就少收一點。但是你這個超級郵輪比較大。
那我們就按照那個重量來說，這樣聽起來比較合理，对不对？他說这個每天我們這個伊朗革命委員會算過，可以大概收5600萬美元，比每天收2.8億美元要對你們來講經濟實惠多了，這樣可能可以接受。所以如果這樣的話，到底會接下來伊朗真的是要這樣子收費的話，可不可以放這些船出去？那這樣世界經濟才有救嘛？不然的話，我跟你講，下個禮拜連塑膠袋都開始要漲價。我跟你講，我們現在外面謠傳，台灣連塑膠袋可能都買不到了。不是說漲價讓你去買，是連漲價你都買不到。那天會不會真的到來？戰爭再打10天，保證那種經濟的窘況就會發生，而且不僅僅是油價跟民生物資的價錢會上漲而已。那2000艘船，看它什麼時候要出來。对，好，謝謝幹哥。那我們休息一下，馬上回來。地緣政治、內中之爭、戰略價值、強權崛起、小國生存，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，掌握世界脈動，全球觀點盡